朋友們好，今天是第40節，跟大家说一下高溫發面的節奏如何控制，讓大家從從容容蒸好饅頭。大家好，我是老莫，喜歡的朋友記得點讚收藏起來。先來說面粉，這裡準備的是400克中筋面粉。假如大家不敢的話，這個面呢可以先称好，放到保鮮冰箱放半個小時，面粉涼下來也有利於發面節奏的控制。下一步，高溫天酵母減半，我們加的是2克酵母。下一步準備水，咱們這個水提前称好之後，可以放到保鮮冰箱放40分鐘。同時这個水量要減少，咱們平常放200，今天就可以加到180克。然後這個酵母呢，在涼水裡面一定要多攪拌一下，讓它完全散開，然後再加水和面。和面的時候大家要注意，冰水和面的速度呢一定要提起來，不能太慢，不能讓它回温。水加完之後，咱們这個面呢偏乾，咱們開始的時候可以像這樣慢慢的給它搓匀，這樣才能幫助你把水少的面團和得更好。然後這個面成團之後呢，咱們在揉面的時間上也要控制一下，只需要它沒有任何乾的地方就可以收了。和好的面团當然還是需要給它包起來，這一步呢不是為了鎖溫，而是為了讓它表面不被風乾，所以呢一定要給它完全包好。和面的過程就完了。咱們前面這一步操作完成之後呢，這個發酵的時間可以增加1倍。咱們平常20分鐘，這個呢就需要40分鐘左右才能發好，可以很好的把這個發面節奏控制起來。尤其是新手就不着急了，可以慢慢來。然後咱們把這個面取出來之後呢，這個乾粉量也稍微撒一點，因為面粉偏乾。咱們取出來之後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並沒有發的特別的旺那種，但是它裡面的蜂窩狀態一樣很好。所以咱們在高溫天和面的時候，不要小看那幾個小小的調整過來之後呢，整個發面的節奏就更容易穩住，而且呢咱們操作的時候也不會中途再次發酵的那麼好，這樣就更有利於咱們新手在高溫天不用那麼着急忙慌的去制作它了。咱們可以稍微慢一點去揉，同時呢大家需要注意，咱們這個揉面的時長也要注意一下，不要讓手的溫度促進這個面團更快的發酵。所以呢咱們只需要稍微給它揉幾下，表面略微有一點光滑，就可以直接搓條。搓條之後呢，如果你嫌不光，直接用擀面杖來擀，擀的时候哪裡有大的氣泡給它壓下去就行。然後呢壓好之後，從一頭像這樣給它捲起來，因為這個面太長，搓起來太細，所以呢咱們橫着去給它捲起來。捲好之後，直接從這裡給它切開，像這樣一段就算完成了。另外一段呢，同樣的方法給它折疊起來，這樣咱們就方便下劑子了。條搓好之後，稍微的補充一點粉，然後呢直接切出劑子。這個面劑子的大小呢，當然自己定，這呢就無所謂。下一步，為了更省時間，咱們切好的劑子要揉成圓饅頭呢，也不要去完全揉面，咱們直接像這樣把邊上給它壓下去，然後擠到裡面。這種整形的方法時間更短，速度更快，而且做好之後呢，也不會出現面筋斷裂這種問題。當然燙面啊、回縮啊這種情況也不會出現。所以咱們新手盡量採用這種方法去操作，就更容易成功了。大家可以看咱們這個面呢，稍微搓一下就算完成一個劑子。同時呢，大家需要注意，如果這個劑子偏大，咱們在擠的時候呢，盡量把光面給它留出來，不要壓得太狠，不要把表面給它壓裂，不然咱們蒸好之後呢，上面容易開裂。所以擠的時候也不是那麼隨便，稍微小心一點。雖然大家看着做的比較簡單，咱們隨便操作一下，但是做出來之後呢，狀態也不會太差。搓好的饅頭第2次發酵和咱們平常做饅頭基本上是差不多的，差不多也就18分鐘左右也可以發酵完成。這是20分鐘之後，咱們直接打開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它明顯變胖了，然後拿起來呢也感覺手感輕了。這個時候呢，咱們上蒸籠，同時提前把鍋裡的水燒開，發好之後直接上鍋18分鐘，打開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雖然咱們是隨便操作，但是做好之後保證饅頭的狀態不會太差，無論從鬆軟度包括它蒸出來的樣子都不會差太多。所以高溫天做饅頭略做調整也可以輕鬆拿捏。好了，視頻就到這裡，再見。